但这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最近在讲中日之间的冲突，但是日本在今天台湾时间的清晨发生了地震。好，这场地震确实蛮强的，而且其实在清晨的时候还有一个极浅地震是6.4，在青森的外海，这最大的震度是4级左右。好，那这是在当地时间因为日本的时间比我们早1个小时是6点52分的时候出现了规模6.4，深度只有10公里的极浅层地震。好，那属于前一个晚上强震后的余震那包含的是青森县还有岩手县的部分地区观测到的震度是为4。好，青森县跟岩手县就是所谓日本的东北地区好，所以我们也看在第一场就是前一晚的这个强震的出现之后，其实像是信田地区有一栋建筑物，我们来看画面就发生了火灾。那青森县的消防部门就说这有引发森林大火，那当地的居民上传火灾的画面，就有人拍到多辆的消防车紧急来出动救援。好，那许多的居民也纷纷上传这一片狼藉的景象像是有人家中的杂物小柜子全部都倒在地上散成一团，甚至还有居酒屋大量的啤酒杯都砸碎了，就在厨房的地板上面。那冰箱跟储物柜都是门大开，所以就可见这场地震非常的吓人。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台湾旅客在这个时间就会到日本的东北地区来进行旅游，所以就有台湾人他有惊险的第一视角。我们来看到这是这个青森旅游的一名台湾旅客拍下的时刻。那看到房间剧烈的左右摇晃，那天花板作响，桌上的物品纷纷倾倒，2个人甚至冲上前扶住快倒下的电视机这场面真的相当的混乱。好，所以日本的这场地震非常大，也让大家很关心日本的状况。好，那我们也看到自卫队的基地其实也涌入了600人来避难。好，因为这个摇晃是在深夜袭来，所以有很多的民众纷纷往高处来避难。那沿途充满了紧张气氛。那青森的八户市的海上自卫队基地其实也作为临时的避难所，那也涌入了620名的民众，还有277辆的车辆前往避难。所以呢，日本的这场地震其实也让中国大陆这边的网站，包含是微博热搜还有百度热搜，都是第1名的。大家也持续的关心日本这边的状况。那甚至今日热榜这边也看到了这个又发生了6.6级的地震那因为大家也很担心日本发生地震最怕就是引发海啸。好，所以刚刚我们才看到有很多人是往高处在避难。那高市早苗呢，这边也在第一时间也就赶快出面来说明。那他有特别讲到一有震动要立即撤离。他讲无论是否位在受灾地区，加强家具固定而要保持避难的准备，感到摇晃立即避难，不要等待警报那就要赶快有所行动。因为这个很多灾区有很多的这个天灾都是马上就发生了，所以真的不要再等警报。好，那几率飙升到1%因为日本气象厅现在说了，北海道的根室冲到3路外海一带接下来在1周之内恐怕会再发生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可能。那这几率从原本的0.01%现在大幅上升到1%，而且有可能会发生像311等级的强震所以日本人听到311就会有那种恐惧画面所以很多日本人是相当的担心。好，但问题就在现在中日之间还是有很多紧张情绪。那现在日本因为发生地震但中方这边虽然在这个叫嚣或者是互呛的部分是稍微平息一点点，但问题在这件事情上面，解放军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方现在正在炒作的就是雷达照射。好，他们在9号也刊出了数名专栏他的文章就写说日本炒作这个雷达照射的颠倒黑白包藏祸心，说日方此举就是在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
造成的系列严重后果来转移视线。那也暴露出日方搪塞啊、敷衍、拖延应付，甚至不反思纠错的一个态度。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舰载机在飞行训练时开启搜索雷达，其实都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但日本的战斗机你是擅自的闯入中方的演训区域，那对中方的军事活动抵近侦查干扰，而且还恶人先告状，颠倒是非，嫁祸于人真的是别有用心。好，不过我们也看到日本 F-15到底有没有滋扰辽宁号的演训呢？现在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是说，其实我们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演习通知所以我们会持续的跟中方保持沟通。好，那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则说，中方声称自卫队的战机严重妨碍了中国战机的安全飞行。他说这一项说法是毫无根据，因为雷达照射是行为危险，对发生此类的事件表达遗憾，那也向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好，那现在日中的防卫热线好像形同虚设一样，因为日媒说北京根本不接日方的电话，因为就日方有试图的要通过热线来联络中国，但是中方并没有回应，就显示北京在军事的危机沟通上面依然维持着封闭不透明的态度。好，连基本的防卫对话也选择拒绝。好，这是日媒所报道的。但因为这件事情我看起来中方的想法跟日方的说法不太一样，所以当然就演变成各说各话。好，我们还是回到整个日方跟中方的情绪上面当然也发生了地震那当然我们希望伤亡都降到最低，但我们一样先问老师。我们现在还留在日本的台湾的旅客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并不是说它已经是最高了已经过了，然后剩下的是余震目前的很多的推断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前震那如果按照很多这个地震专家所估计的说，如果它是前震的话，那很有可能还会有更高了，更高那当然就破8了，破8这个就是这个311大地震的一个规模，那海啸当然就更可怕了也对于在日本的这个台湾的旅客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安全我想这个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也就是说，目前听赖清德跟民进党的话，准备要跑去日本玩的这些旅客，你要特别再考虑一下不要盲目的跟随研究了解一下因为我想我们自己的安全最重要不要因为政治的关系，然后让你自己本身身陷危险。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日本的余震等整个地震警报都解除以后，你再重新考虑旅游的问题不然的话这段时间真的是少做因为你盲目的去追随政治听赖清德跟民进党的话跑去日本，如果万一震到了怎么办？如果万一受伤了，那么从这个变成悲剧回来，我想我们都不愿意见到在这个时候，我也希望说民进党当局要站出来，赖清德要站出来跟台湾的民众分析一下，说日本哪些地区目前先不要去了不要再一昧的去在那边挺这些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我想这是首先可以做到的事情。第二个呢，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日本人在模仿美国人搞这个老手但是那一手没有用。为什么说日本人在模仿美国人搞的这个把戏？这个把戏真的是对大陆来讲是毫无作用的。您还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美国好不容易他在香格里拉新加坡的香格里拉的军事论坛的时候，跟中国大陆恢复了所谓的军事热线。那恢复了军事热线，就是两军本来要友好了，结果没有多久呢，裴洛西就来台湾了。来台湾以后，大陆这边马上就宣布军演了马上宣布军演了以后，美国人就开始要打这个已经恢复的军事热线，中国大陆当然不会给你接嘛。也就是说，你搞了这个3段式先假装友好，再来挑衅闹事，接着要启动军事热线，最后你对外发布讯息说，你看我们跟中国大陆沟通良好。你玩这一招基本上没用，所以对美国都没用的话，日本也在玩这一招。日本先在23年的时候跟你中国大陆建立起军事热线，接着你看就开始了这个高市早苗挑衅了，挑衅完了以后，你的战机就到这个辽宁号的演训区你来挑衅了，
接着就要打电话了，这个一模一样的老招数。那大陆当然知道你就是只会模仿，因为日本人照抄模仿是最有名的啊。那你一个日本人永远就只会照抄模仿，没有创意的这个民族，然后你搞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大陆来讲的话是太熟悉了，也太简单了。当然这个电话不会通嘛，好，不会通，问题就来自于说你干嘛在中国大陆辽宁号舰载机演训区来闹事？他说你没有通知我，我为什么要通知你？我们通过哪一个法律是挨家挨户通知的？我们通过法律就是公布而已，你自己不去看公告，不去看公布，你自己负责任，而政府没有义务要告诉你每一家每一户吧。好，将军怎么看？这个小原进士郎他讲说中国没有通知，我觉得这反而凸显出日本的情报做得非常的差。那这第一个，那一个那么大一个舰队从你国家这个中间穿过去，你说你居然没有通知，不知道，那你不是代表说你很差吗？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在讲谎话。为什么讲谎话？你知道辽宁号每次出来，不只是辽宁号啦，其他包括055大区，只要经过日本这个宫古海峡附近我们通常开玩笑讲说，这个055啊或者辽宁号他们有个御用摄影师。就是日本的舰队当御用摄影师，他们全程都会跟监抵近侦察，然后拍照。每一架起飞飞机，这次来讲辽宁号说这个包含直升机起降了这个100多次，是谁说的？不就你日本说的吗？那你能够说我不知道吗？这明明你就知道。第三个，我跟你讲，第三个不但你知道，还有一个国家知道，那个国家叫美国我给各位看一下，这非常有趣。你看。这个雷达彼此互相，它这个用火控雷达照射，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的军事的互相挑衅的作为那美国这时候有没有讲话？美国没有讲话会不会大家觉得很奇怪？川普这时候居然噤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居然美国的媒体也没特别报告。那我要问一句，这个我们经常这个美国只要某个区域里面，全地球每个区域只要有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一定会问一句话：我们的航母在哪里？这是我要问一句。美国的航母在哪里？我跟各位讲美国航母在这里各位看一下对不起，我拿反了这两个红的是这个红点是就是辽宁号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到日本的东侧然后这个红点也是解放军的，是075，已经到这个澳洲去绕澳洲，准备到澳洲去绕一圈。然后这3个黄点分别就是美国的航母。这个是在越南访问的美国一艘的2栖攻击舰，正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乔治华盛顿号在这个位置在关岛。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林肯号在这个位置。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个华盛顿号本来它的驻地是横须贺，应该在这边的，这时候怎么会它主动让出整个将日本的海域让出来，然后自己跑到关岛去了，然后让辽宁号上来？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蹊跷？就是我知道你要来，我就先离开免得到时候大家互相在这边这个王见王非常不好看。不动作也不是，动作也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中美两国已经套好招了那这个情报你说美国会不给日本讲吗？一定跟你日本讲。所以小原进士郎讲这话都是在胡说八道，反而凸显出来他自己的无知那个第一个凸显出来你的情报做得很差，凸显出来你在说谎凸显出来美国根本就不甩你，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先走了，由你自己在这边应付大陆的辽宁舰。可能中国大陆有跟美国先打个招呼，说我辽宁舰要过去那美国说好，你过来，那我先离开，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海域相见，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那再来我们讲说，这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是日本来讲的话，小原进士郎他们就为了转移焦点，因为这个现在来讲高市早苗这个发表那篇涉台的言论之后现在骑虎难下，他希望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赶快下来。那几次找台阶中国来讲就是坚持说你一定要这个道歉认错，把话收回。那他现在来讲坚持不肯把话收回，太没面子了，所以他现在转移焦点，用什么？用这一招来转移焦点，然后希望借着军事的冲突这个来转移大家的焦点。我特别说明，从冷战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大家都会有一个默契，你如果说是这个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敌国或者是邻国的盟邦的国家，你要经过美国航舰上空来讲的话，要有3不变。第一个来讲的话，航速不变，你不能随便改变速度；第二个，高度不变；第三个，方向不变。那如果说是你这3个有任何改变，那当然就航母来讲的话，会视同你具有敌意。
我相信这次日本的 F-15是不是它在这方面有任何改变，做出这种攻击的这种飞行的姿势或动作，所以歼15为了保护自己的航空母舰，才会用火控雷达去照射你。好，岳教授怎么看？我上午开会的时候，刚好坐在我的日本同事这个佐藤的隔壁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青森有好大的地震他反应非常迟缓。但是他说因为我们很多同事讲令狗我们想到青森就想到苹果嘛然后他自己觉得说不是，他面上有表情就是说是这个关东可能要发生更大的地震。就日本长期来讲的话，他们心里知道，所以我这100多年来，日本长期来讲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震的问题解决。我各方面到巴西移民到中国侵略什么的，也都是这种长期潜在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危机感因为日本的地形感觉上，大家看那个地图就知道，日本就是说如果没有海的话，它就是在这个东边的这个悬崖上嘛，所以整个就垮下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所以说我们不谈这个天灾，谈人祸。这个我觉得说是。这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火控雷达照射的问题的话呢，是非常严重就是可以说是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具有3方面的意义我首先要强调的第一点的话呢，因为我遇到的非常多的人，尤其在台湾这边那么他们都会说，迟早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人会说，那中日怎么可能打起来呢？那么这一次呢，火控雷达照射呢，等于是大家看电影说那个狙击手在你心脏上面露了一个红点，这种味道就是差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日本的态度呢非常强硬小泉进次郎呢发表的时候呢，他呢露了一个线，第一个是火控雷达照射3分钟。第二个的时候，火控雷达照射31分钟，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的话呢，日本应该感谢不杀之恩因为你已经被瞄准了31分钟半小时你知道还何等严重就是说歼15瞄准 F-15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小泉进次郎为什么要挑半夜开记者会呢？只有一个原因，跟美国告状。所以强调这个事情要美国来帮忙，所以说今天不知道几号了，因为9号的人没有帮忙。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大家要了解那日本本身的话呢，这件事情，日本在目前为止以他们看不起这个中国的人，包含中国的军人的情况下来讲，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大事化小。那中国本身的话，必然强力对待那至于说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做明显的预估，但是在这里面已经充分的显现出中日之间的冲突短期内不会这么容易结束的。好，确实刚才教授讲到一点，美国的态度呢，好像目前都没看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在持续刚刚的中日话题因为目前呢，这个紧张的情绪还是持续在升高当中那当然，刚刚看到了，可能有一点点军事冲突的前奏正在走那我们要看到中国大陆其实还是在批日方在玩火，尤其高市早苗的言论，他不但没有撤回，那现在他们内部的麻生太郎还力挺高市早苗，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非常的不满他说这位日本政客的言论反映出高市跟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错判形势，不思悔改。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这位日本政客的言论反映出高市首相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错判形势，不思悔改，对国内国外批评声音充耳不闻，妄图通过挑动冲突对立，突破战后国际秩序，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我们奉劝日方认认真真反思悔过，老老实实撤回高市首相谬论，不要继续玩火。好，所以听到了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还是持续的要高市撤回他的
这个言论。那我们就来看到王毅哦，他也特别说到这个台湾地位已经被开罗宣言等7重锁定，说日本的现职领导人哦，竟然还想借着台湾声势哦，企图向中国发出武力威胁。他讲了一句话哦，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好，那这一篇呢，王毅所说的话哦，其实也成为了百度热搜的第2哦。那它的标题就是台湾地位已经被7重锁定。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德国的外长也有到中国大陆进访问。好，王毅也特别强调一中哦，他认为没有模糊的空间。他认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那也希望德方坚决的反对任何抵制台独的言行。好，德方的外长怎么说？我们看到他说，德国就是坚定的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好，我们当然在这一阵子的节目当中就有听到，不管是德国外长还是之前法国总统马克宏，最近欧洲的国家都有相继到中国大陆这儿。好，那高市早苗呢谈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存亡危机事态将综合判断。他是有特别在8号的众院全体会议上面讲日本政府对台湾立场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开始就没有变化，他没有提及是否会撤回之前的答辩。好，那日本的前外交官等是要求高市你要撤回这个涉台的答辩啊。好，这位外交官呢就是东乡和彦，他跟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渔场久美子等人8号在国会举行记者会，就要求高市要撤回答辩。好，那我们看到了这渔场久美子他说这个对于高市内阁仍然维持比较高的支持率现状他觉得你好像忘记了战争一代时战争就会开始。好，那民主主义的高涨其实就会走向战争的危险，所以他们认为现在高市早苗的言论真的很有可能把日本再次的带向战争的境地。但日本其实不管是外交、军事，还有他自己的经济上面，其实都没有想象中好。我们看到第3季日本的经济正在下滑，而且在报告当中也确认这是日本政府的修正报告说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出现了萎缩，同时实质的薪资连续10个月都呈现了负成长。那修正之后的数据也显示企业支出的这个与住宅投资都不如之前所预估，那使得日本在第3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按年率计是缩减了 2.3%， 然后呢萎缩幅度也比先前公布的 1.8 更深，而且被为这6季以来首次的经济呈现了负成长。所以这也才是高市早苗应该要担忧的如果中国大陆一直持续的不去日本来旅游可见这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那关系在升级吗？因为为抗中来威胁，日本现在积极的军事扩展，那希望将琉球群岛打造成飞弹群岛。那日本共产党就说政府真的在打造一个飞弹列岛。但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是有缓颊，说我们的部署其实是为了降低日本遭到攻击的几率。但是我自己返回来思考，就是为什么要降低几率呢？那就是有可能觉得要打战嘛。好，那驻日美军基地的民众，我们也看到还有集会在高市内阁这边来抗议。好，我们看看这抗议民众怎么说。あれは結局集団自衛権を行使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ね、絶対許せません。私も非核三原則のことで高市政権がいろいろ言ってることには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います。やっぱりもうどうしても守ってほしいっていうふうに軍事費が拡大されると社会保障費の削減とかが始まったり、軍拡のために我々税金払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という立場で、やっぱりそれは反対。好，我知道一般民众没有人希望战争的发生但是要看日本的政府听不听得进去。但是因为看到日本自卫队的战机紧急起飞，而且越来越频繁，都集中在了冲绳方向，所以大家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担心一些讯号的存在。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这事实真相十分清楚，日本的战机对付中方的正常军事活动的频繁抵近侦察干扰，真的才是最大的海空安全风险。好，
好，所以有整个中日的情绪，果然就像刚刚我们岳教授说的哦，这个不会是一个终点，反而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问赖教授。德国的外长啊，他不太了解这个亚洲的一个情势，更不熟悉啊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啊，他更不了解啊这个日本啊非法的占领台湾，给台湾人带来的伤害有多大，还有他入侵中国大陆，给中国大陆带来多少人的伤亡啊，他不熟悉不了解，他草率的啊轻率的，他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之前，他就高调的啊要谈台湾的事情。那当然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侵犯性的动作，不礼貌的动作，当然他10月份访中就被取消了嘛。他自己都说，哎呀，这个只是暂时的，马上会恢复等等的。但是他已经啊，他本来预定是10月26吧，要到中国来访问，后来被不知道28、26还是28，后来他被取消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是因为他想见的人没办法见到。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啊，大陆的其他的官员不想见他嘛，那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这个在德国来讲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啊，在德国的商界、政界的震撼都很大。唯一支持他的就是前任的那个绿党的外交部部长，就是那位仇中反中的那位女性的外交部部长。其他的绝大部分的德国人都觉得你这样搞不对的，外交不是这样玩的。商界也是这样认为，政界也是这样认为。后来这位部长啊，这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这个长大了啊，也成熟了啊，东求西求，求了半天，后来好吧，那就让你再来一下啊。所以12月的时候，这次就来了。这次来2天了以后，跟王毅会谈，也跟韩正，也有跟王文涛会谈啊，还有跟中联部的部长都会谈。那都见到了，那乖了，很乖啊！每一个会谈都讲很好的话，然后甚至他讲到有关于稀土，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啊，他赞赏啊，他感谢中国大陆对稀土的问题。好，但是我要讲的概念是这样子：为什么王毅要跟这位部长讲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法律，台湾属于中国，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最主要是释放出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在过去中国大陆发动战争之前都会有个檄文，那也就是当时在1979年对越南的一个反击战的时候，就是有个檄文，那个檄文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当时在人民日报登出来，现在王毅用口头先讲出来，其实这是一种口头性的正式警告。郝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青山学院这个大学这个教授哈，这个叫什么？这个长宇久美子哈，他讲的非常对哈。因为如果说是过激的民族主义，就有可能造成战争。那日本当初他军国主义不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其实日本现在来讲，已经不是民族主义了，它现在是民粹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危险，更容易造成战争哈。但是我觉得高市早苗很明显的这次来讲，他误判形势。如果拜登时代当然是希望说是由日本负起整个东亚地区的这种重责大任把棒交给他，美国自己就推到后面去了，所以让日本联合韩国、台湾、菲律宾这些国家来对中国来实施围堵。可是你忘了，现在的美国的这种总统叫川普哈，川普他是生意人，他以自己的算计为优先。那我们之前有传说中，这个川普有主动打电话，这个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言论之后，这个川普先打电话给习近平，然后之后当天早上立刻打电话给这个高市早苗。那时候有传言说他跟高市早苗就是用比较重的话口气跟他讲说，叫他不要插手台湾的事。那现在更证明如此哈，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辽宁舰已经开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门口去了，快要到东京湾了。就美国的航空母舰让开了，是不是表示说川普对他非常的不支持，也不认为他可以做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尤其是说日本原来军国主义的想法怎么样？他原来跟拜登，就是拜登希望他负起这个东亚地区的这种防卫的责任那日本来讲也欣然愿意，两者一拍即合，因为他想要恢复军国主义嘛，所以他在第一岛链这边部署了导弹、飞弹。我觉得小岩进市长讲这种话是胡说八道。
道，为什么以前你没有在这边部署，那中国也没有去侵略过你啊？你保持你的和平宪章、和平宪法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不要说中国了，俄罗斯也不会去动你。除了那些这个岛屿北方四岛跟或者韩国这个独岛的争议之外，大家也仅止于外交上面的口头争议，并没有真的动到真枪实弹。那现在来讲，由于你高市早苗要讲这种话，你是不是将自己国家带到兵凶战危的地步？那你现在小渊进次郎居然又用这种狡辩的方式说，我要部署这个是因为我防止被人家攻击。你2次世界战后到现在80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攻击你，你也没有部署过，所以我觉得他在胡说八道。好，教授怎么看？我针对王毅讲的，针对台湾的7重锁定，跟大家强调一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然后日本战败，天皇带头发诏书承认战败然后中华民国接收了这个台湾所有的一切联合国的2758号的决议，然后中日联合声明，以及后来到1978年中日友好的这个声明，这是7重锁定。这里面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台湾的地位根本就是确立无故。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人本身要做任何事情的话，都要想到这个不是说他自己做的承诺，是7重国际锁定那日本就是这个战败的国家。那为什么现在会想到替日本的军国主义招魂呢？因为我最近想到一个人，想到鸠山由纪夫是目前为止这个日本已经过的前首相当中唯一对于中国态度比较好。可是我小的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没有听过鸠山由纪夫，我们听过三岛由纪夫，日本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书名叫金阁寺，每天在那边练习切腹自杀。所有人的话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都看过，他成立一个组织叫盾之会，跑到日本国会，希望日本下令重新武装，重新恢复到军国主义。那个当时的日本议员呢，上一辈的人呢愣住了，全部都没人回应他的话，他回去就切腹自杀。三岛由纪夫的想法，他的精神就是今天要恢复的。我跟你讲，麻生太郎也好高市早苗也好，包含了小泉的爹小泉进次郎，他们通通都是觉得军国主义，觉得切腹自杀，觉得说那三岛由纪夫干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王毅这边讲的7重锁定的话呢，它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台湾的地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不惹事，我们就不生事。所以说，现在大陆很多人讲说，你不叫高市早苗，你叫惹事早苗，或者说搞事早苗。为什么会讲这情况下来讲？其实我说句良心话，我每次讲的事情都很激动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根本看不起中国，我们不是不知道的。我们觉得日本人好玩、便宜、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叙述，确实是因为觉得说大家不要多提历史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是高市早苗你自己要搞事的，所以构成这个现象，大家一定要奉陪到底。说句良心话你到了这种情况下，你不借这个机会亮亮剑的话，他永远看不起你。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新有一个美国这边的讯息，当然就是跟辉达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辉达的 H200晶片，这个川普现在允许可以输入到中国。好，川普也说他告知了习近平那在维持美国国安的条件之下，会开放出售辉达 H200的晶片给被核准的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客户。那他说习近平对此有正面的回应。好，不过这晶片的25%的金额要支付给美国所以川普还是商人，懂得要计算，说要支持美国的就业，强化美国的制造，并让美国纳税人受惠。好，那当然辉达这边的反应是说很棒很棒这就是黄仁勋希望的嘛好，那他说我们赞赏川普总统让美国晶片产业能够公平竞争，那支持高薪就业跟国内的制造能力。好，这算是黄仁勋说服川普成功吗？好，因为他之前也曾经讲过说这个如果你一直进我们的晶片到中国，中国这边就会自己这个越发厉害的来制造更好的晶片好，所以说不定川普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被说服了。好，那也传出这个 H200要出口到中国了，辉达的
股价盘中闻讯就涨超过2%哦。好，那美国媒体在稍早的时候就先披露了相关消息，所以辉达股价在盘中就马上上涨了2.2%。那在一位知情人士在川普宣布之前就透露说，允许出口 H200的晶片，就被视为对辉达先前推动向中国客户销售更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的一种妥协。好，那如果 H200开放出口，尽管成本将会提高，但是中国的 AI 实验室将会有能力来打造效能接近美国顶尖 AI 超级电脑的一个系统。那现在美国当然是要分润嘛，我们刚才讲到的是25%的这个数字，那相关规定他们说也适用在 AMD 跟 Intel。那川普就讲说啊，现在这个 Intel 跟 AMD 在内的晶片制造商也都会适用这个相同的规定所以在分润的部分上面应该也是一样的。好，那当然现在也看到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先从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因为全世界各国都在看有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中国大陆这边也一样那看到了他对于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他说是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也是唯一正确的现实选择。那至于俄罗斯的部分也是认为说我们关注到的调整项目有许多方面跟俄国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所以看起来现在俄罗斯觉得美国的国安战略调整其实是有很大的愿景一致的状况。但是欧洲这边就不一样了，欧洲觉得美国的新国安战略其实不太好欧盟的理事会主席强烈的批评美国这份战略文件当中有关欧洲言论自由受到审查，那甚至还批评说这份战略文件对所谓的爱国主义欧洲政党的赞同。那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他说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对欧洲政治生活的干涉威胁，那美国不能替欧洲公民来决定哪些政党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好，所以大家就想说现在美国的国安策略怎么跟过往不一样对中对俄友好，但是却把这个欧洲当为是一个苗头就是把这个矛头对向的是欧洲。他们说在欧盟内部虽然早就已经从美国官员的发言中有预感说这份国安的战略转变的势头，好，但是在书面文件上面把矛头对准了欧洲而不是中俄，确实让欧盟相当的错愕。所以这算不算是美国跟欧盟之间开始要转变的一个起点呢？那现在看到了乌克兰的问题因为泽伦斯基现在说还没有看过新版的和平提案，那川普对这件事情也有点意见，我们来听一下。What's your next step in Russia-Ukraine talks after last week's negotiations? So we've been speaking to President Putin, and we've been speaking to Ukrainian leaders, including Zelensky,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 have to say that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hasn't yet read the proposal. That was as of a few hours ago. His people love it. Russia is, I believe, fine with it, but I'm not sure that Zelensky is fine with it. His people love it, but he hasn't read it. 好，俄罗斯可能很满意啦，但泽伦斯基可能不满意好，泽伦斯基据割让领土因为传出美国要乌克兰无论如何都要放弃顿巴斯。好 ，Politico 就说美国跟乌克兰的谈判目前就卡在如何迫使乌方放弃乌东顿巴斯剩下的乌控区自己控制的领土还要放弃啦。那当然，泽伦斯基连看都不想看。好，泽伦斯基也要跟英法德的领袖来会谈他已经抵达到伦敦，那要跟一些这个欧洲盟邦的领导人会谈，那接着要到布鲁塞尔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盟的领袖。所以现在乌东的领土让渡问题没有解决，泽伦斯基有说这和平方案磋商还是呈现一个分歧。所以报道上面就有讲说，他在接受电话专访时就说，关于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计划这谈判代表们在让渡乌国领土上面真的还有分歧。好，看来还有一段时间，不像川普说的一上任就能解决嘛，这个是踢到铁板。好，赖教授，美国这个川普签署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这是白纸黑字写上去的。
会影响美国从他现在开始到后面的4年。那当然，川普的任期不到4年，但是在新的总统上来的时候，他发布这个国安战略新的报告书的时候，之前这个报告书仍然有效啊，这个就是他的效期就是4年，会跨两任。那如果川普下来了，还是共和党执政的话，不管是范斯或者是谁啊，或者卢比奥，他们基本上在这个报告书的基础上再往下走。但是如果民主党上来，很有可能民主党就会大幅度的修改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报告书。那问题如何呢？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先出来之后，国防的报告书就要出来了。所以赫克塞斯的报告书也接着要出来，而国防报告书是必须要在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书的框架下来发展的。我想这个是国际政治的大家了解美国的国家安全作业的原理啊，他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来走。所以这个报告书一出来了以后，当然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了。例如说，我们大概的方向看出来的是，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跟普丁的国家安全战略比较想在一起。那这个让欧洲就非常的错愕了，普丁当然就相对来讲就很满意了，所以他在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时候，那基本上就跟普丁的逻辑想法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川普才会说，如果按照我的版本的话，普丁是会接受。那当然普丁会接受，那个泽连斯基跟欧盟就不会接受嘛。那泽连斯基跟欧盟不会接受，对川普来说的话，你们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因为本来这个事情我就已经可以搞定了。我已经跟普丁都想在一起了，就是你们跟我不能想在一起。那怎么样不能想在一起呢？对普丁来讲的话，当然要割地求和嘛；对川普来讲，也当然要割地求和嘛。所以你俄罗斯普丁所占有的土地就归他了嘛，然后这矿产就归我嘛，然后呢，你乌克兰你就好好的守住你的农业区的乌克兰，也就不要再加入北约了。然后你北约的部队也就不要进入乌克兰了。那我美国给你做担保嘛，那你这样子就好了，不要再啰嗦了，就这样子搞。但是对泽连斯基来讲的话，他没办法嘛，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对欧洲来讲，他也没办法嘛。但是问题就是对川普来说，那你欧洲自己玩，欧洲又不肯自己玩，那你想想看，欧洲是不是不肯自己玩，又不同意，那就变成搅屎棍。那在川普的眼中来讲，就是欧洲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当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欧洲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就变成是说，你川普把他们当敌人了，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好，现在在川普眼里，只要跟他意见不合的都是麻烦制造者，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哦。袁教授，对，美国这边写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是非常值得分析。美国的基本上是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大家长期来对美国的观察的话呢，其实最早先的话是美国用这种威慑的力量的话来展现美国的强大。但是最近呢，他发觉成本太高，而且极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呢，就是第二种的话呢，就川普早先的时候呢，又孤立的政策就孤立政策，就是说是回头走门罗主义的道路，意思也就是说，美国人只管美洲的事情，不管其他的，我要侵略美洲的国家什么的。那这一次的话呢，他讲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明显的是一个交易的政策。这个交易的政策的话呢，他这里面所展现的，我们刚刚看得也非常清楚中国很满意，俄罗斯也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的话呢，大家早就有听说过就是说这个川普有意思的话呢，3分天下了大家来这个不但是 G2了，那就是说他可能会强调这个 G3的方式来共治天下这个理念当中。但是他最不能够让欧洲人理解的，也甚至于说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这边讲到这个 Scott， 他本身是葡萄牙的一个律师了他是大家不要看他长得黑黑，他其实就是葡萄牙人但是这个里面这情况下的话呢，里面有3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的话，他说欧洲现在走上一个文明消亡的道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觉得欧洲目前走的一些这种开放与多元的政策移民的话开放跟美国走的不一样。那个还有第3点的话呢，就是说，川普对于欧洲现在正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极右派的话呢，反而持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那么欧洲感觉上很难接受，所以我今天看这个报
岛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非常感慨啊，因为我从欧洲的话呢，我住了10多年，83年到9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多元文化欧洲大量开放移民之前的感觉啊。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啊，虽然有一些外国人的这个盘踞的区域啊，因为在这个比利时的话呢，我住的地方啊，这个阿拉伯人会比较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60年代的劳工。但是后来的话呢，我听到人家讲，就是有非常多的人啊，就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啦，或者政治庇护啦，或者说是经济上的难民啊，或者甚至于说是因为国家动乱什么的来了。那么川普不考虑这些，他考虑基本上的话呢，是他自己提出他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自己的认同上来讲的话呢，他是觉得说美国的话呢，第一的话呢，原来当世界警察的成本过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美国目前的能力的话呢，要做这种事情的话呢，跟中国在西太平洋硬干一场的一点胜算都没有。另外，其实最重要一点，他突然想通了，就是说他发觉美国的高科技如果现在不卖给中国的话，那到时候中国过2天的话呢，自己就能够发展出自己所需求的 AI 芯片。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再制裁就没有用处了。这听谁话？他听了雷蒙多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到，雷蒙多的话呢，原来是采取制裁的政策，那下台以后呢，他会发觉制裁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这本战略报告我觉得可信度非常高，至少在川普的任期内。好，将军怎么看？这个美国川普为什么怒轰泽伦斯基说给脸不要脸？那你想想，这么重要一个协议，和平协议来讲的话，你泽伦斯基身为乌克兰总统，你居然连看都不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这是川普讲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看？你知道吗？因为他要辞职了，要下台了。这个根据这个乌克兰这个媒体最新的他们自己内部新闻的这种资料来讲的话，这个乌克兰极可能在12月15号签订和平协议。签订完以后，泽伦斯基就会对全国发表演讲，然后他宣布辞职下台。这是最新的一个这种乌克兰内部媒体传出来的消息。那为什么这样？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泽伦斯基现在来讲，这个说打他也打不动，说要跟这个俄罗斯在谈，他根本连谈的角色都上不了桌，都是美国在替他谈。那我们看到前2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这个美国提了28点的和平协议，结果他居然反对，因为他不愿意割让领土嘛。那持反对最大声的那个人是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一提出反对，马上立刻二话不讲就马上被以贪污罪，然后就这个被乌克兰自己的反贪污局调查。难道后面这个没有美国的手影在吗？难道你泽伦斯基这个你的办公室主任贪污，你都是干净吗？但我们很遗憾的这个泽伦斯基从当初一个喜剧演员演一个总统，结果当到真的总统，现在这个总统居然以悲剧的角色来下场。那如果说是过2天正如这个如果说如乌克兰自己这个媒体所报道的，他引用他们自己政府内部的消息说12月15号就要签。所以为什么川普来讲这时候得意洋洋的？因为全部按照他所希望的嘛。那我们要看到欧洲是什么样一个立场，对不对？欧洲这次谈判有没有一点谈判的角色？完全没有。这次谈判就是美国的威克特夫他的女婿库许纳然后跟这个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来谈这件事情。除了这几个人谈之外，其他的欧洲一点角色都没有。我们看到不管是马克宏或者是英国你们只能在旁边发表一些想法，发表一些看法，但是连去参与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直接参与打仗的乌克兰泽伦斯基。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你也非常的不负责任。你毕竟来讲，你现在还是一个总统，你不能说因为我干不下去，我要辞职，所以这个和平协议我连看都不要看。我觉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既然是乌克兰的总统，就算是你打算要辞职，那基于一个重责大任在身上，基于你要扮演好总统这个角色来讲的话，这时候你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替这个乌克兰这个争取到尽最后一丝的努力。虽然这可能这一丝努力也可能这个也没有什么成效了，但是毕竟你是一个总统嘛，你连讲都不讲，你连发言都不发言，你连和平协议的内容你看都不看，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难怪他就是一个演员的角色而已根本就是不配当这个乌克兰总统。